说到阿根廷美食，你会想到什么？除了烤肉和马黛茶，你还知道什么？本期粤美食将带你去感受不一样的阿根廷风味。新厨新味，演员沈泰将为你展现不一样的私厨料理。此外，还有美食达人为你呈现5星级美味。更多精彩尽在本期粤美食。作为一个敬业的演员，荧幕中尽心演绎多变的角色差异。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厨房里有我觉得幸福的烟火气息。我是沈泰，生活需要美食的温度来渲染，美食需要生活的经历来发现。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叫做香煎鱼柳配南瓜橙汁儿。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名字会很奇怪啊，怎么会那么长呢？这个鱼柳怎么会跟南瓜橙汁儿配在一起呢？其实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了。下面你就跟着我一起，我们看看这道奇怪的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我选择的这个主食材是海鲈鱼啊，海鲈鱼其实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肉类，一种白肉类。哎呦，一个超级大的南瓜。那么我先给它去皮，给它切成小块，这样削皮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哎，你看这样给它切成一小片以后，这样切皮就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自己做菜嘛，就是主要还是把它皮切掉，以实用性为主。你要给它切成薄薄的三角形，总的厚度掌握在大概5毫米左右。5毫米这个厚度呢，这样煎起来啊，它会容易煎透，入味儿。把这个南瓜都切成了一个个的这样的三角形。那么下面呢，我开始要给它煎它了。加一点点的油，这个呢油不用放的太多，因为它南瓜很容易熟。让油平铺锅底，然后我们来煎这个南瓜，煎到微微的有一些焦就可以了。好，火，这个要小心一点，因为熟的南瓜呢它会很软。下面就要做这个主食材这个海鲈鱼了。我们先把海鲈鱼取它的一段。鱼类啊是我爱吃的白肉，非常爱吃的白肉之一。这样先把它后边切几个刀花，这样方便一会儿煎的时候它更熟更入味儿。那么先拿一点纸巾吸一下，这个的作用是让它一会儿进入油锅的时候，它防止它飞溅。给它洗干净。这个油呢稍微要多一点点，因为这样防止它干锅。好，这个我们平时在家煎鱼的时候啊，可能有的朋友喜欢给它裹上鸡蛋啊，或者加上面粉。这个就为了，其实这个鱼的鱼肉本身肉质非常鲜美，而且易熟，所以我们就给它弄的时候直接这样煎就好了，更大程度上保持它原有的鲜味和它的这个肉质的鲜嫩。3个。你看鱼肉现在已经有一些金黄了，看着就很有食欲啊。这个鲜味已经出来了。下面呢，我们要撒上一点点的调味料，黑胡椒，撒上一点点盐，鱼就已经做好了。下面这锅里的剩下一点油呢，我们用它来加入一些青笋。青笋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排毒养颜啊，还可以清你的肠毒。我们把它用煎过鱼的这个油啊，给它炸一下，里边还有鱼的这个鲜味儿，再加上这个油一炸，它也是味道非常的好，伴着鱼香的清鲜。对，微微的变成有一点金黄色就好了，这样摆在上面会非常的好看。为什么叫香煎鱼柳配南瓜橙汁呢？最关键的还有这个南瓜橙汁，怎么做呢？一样，把南瓜随便切一些小块，容易熟的小块就好了。再来一点洋葱，洋葱呢是非常好的抗癌的一个蔬菜，我平时也特别爱吃，而且我特别爱吃生的洋葱，最喜欢的就是生洋葱，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外国有一句名言呢，如果你想要长命百岁的话，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吃洋葱的机会。那它又是特别好的一个调味品，所以我这回洋葱呢，我们主要是用它来调味的，然后把它切的尽可能的碎一些。下面我就要炒这个洋葱和南瓜了，我们这回要加一些黄油来炒。把黄油加热，这个炒出来的味道和色泽是跟食用油完全不一样。加入洋葱南瓜，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做这个南瓜橙汁儿，这只是第一步。这一步呢，其实一会儿大家就会知道，其实南瓜是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它炒出来的这个味道和颜色。现在我们要来回的翻炒，让它跟洋葱的香味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再加一些糖。好，后面加水。OK， 我们现在等一下它烧开。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倒到这个搅碎机里面。非常香啊。然后我们滤网把它的固体给它滤走。我们把过滤出来的南瓜洋葱汁儿给它再倒入锅内，然后加入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除了它本身有酸甜口感之外呢，它还有丰富的维 C， 再加入一些盐和黑胡椒。最后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把熬制好的南瓜橙汁儿均匀地撒在我们的鱼柳上面。我们这道色香味营养俱全的香煎鱼柳配南瓜橙汁儿就完成了。说到阿根廷，你肯定会想到探戈与足球。其实阿根廷的美食也颇具特色。阿根廷是一个移民国家，85%以上的居民来自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后裔，所以它的饮食文化也掺杂了欧陆西餐的成分。大家好，我是阿根廷庄园餐饮总监杨鹤。现在阿根廷的美食文化就是主要是以肉食为主。他们是以牛肉啊、鸡肉啊、羊肉啊这些为主，很少吃猪肉。他们的就是食肉的量很大，就是在阿根廷国家每个人就是每年要
差不多吃掉2头牛的肉量。他们的就是餐很简单，早餐呢就是以咖啡和这个马黛茶就是为主，完了就是加上吐司呀，就是吐司抹上黄油。午餐和就是晚餐就是很为就是隆重的，他们这个隆重的主菜的就是必须是有烤肉的，就是着重就强调了他们这个阿根廷餐呢就是以烤肉为主。烤肉也是就是阿根廷的就是饮食里边的一个就是最出名的就是阿根廷烤肉。他们的畜牧业就是特别发达，就是阿根廷的就是牛肉的出口量居世界第2，就是它的牛肉质量也特别好，包括就是西班牙就是餐厅的顶级餐厅学就是烹饪的牛肉均来自于阿根廷牛肉。讲到阿根廷烤肉，就不能不提牛肉。有着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的阿根廷，素来以高质量的牛肉享誉世界。阿根廷每人年均食用的牛肉量为全球最高，是美国的2倍。得天独厚的天然草原令牛肉肉质鲜美，而在这其中，炭烧烤肉则是当地最为著名的特色。从去年就是研发成这个旋转烤炉以后，我们就是制作的就是新研发的一种烤肉吧，也是可能这种肉在阿根廷可能会有，不过也很少见。他们那烤炉一般的都是就是固定的，不会旋转，就是我们就经过几个月的就是研发吧，也是就是制作了这个就是能旋转的烤炉，能让这个炭火对肉的这个受热比较均匀。这个牛排我们选用的是3到第5根肋骨，因为这一段的这个肉就是肉比较厚，就是肋骨后面的肉比较厚，就是脂肪啊分布的也均匀，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烤肉之前也不用经过任何腌制，就是简单的挤一些柠檬，外加上一些就是海盐，就悬挂需要慢火烤制5到6个小时吧得。这个肉的话，就悬挂上5到6个小时，一般的肉就是烤成基本上就全熟。全熟，不过这个肉不会就是就像咱别的肉就那种烤成全熟以后会发干啊发柴，这个肉不会，因为它的脂肪分布的比较好，所以说呢，这个肉的就是口感还是比较嫩滑，口感比较香的。就是烤牛眼扒，就是这块肉呢是我们选自就是也是阿根廷进口，就是这个部位的肉是在牛身上除了牛瘤以外，就是除了牛里脊以外是最嫩的肉，脂肪分布啊都成大理石花纹状，就是分布的也很多也很均匀。在我们这店里边烤制，一般呢要切就是2到2.5厘米厚，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篦子上就是用果木炭火进行来烤制。我们这只是就是不经过任何腌制，为了就是保证这个牛眼肉的原汁原味，所以说只是简单的放一些就是海盐来进行烤制，主要是把握它的那个火候，就是果木炭的火候来进行烤制。它的口感是比较就是嫩滑，烤的就是比较嫩滑多汁。一般的眼肉的话，5成熟就是适合大众口味，就是这个牛排也适合做5成熟的就是牛扒。说到阿根廷风味，必须要提到马黛茶。马黛茶取自南美热带雨林的多年生木本植物马黛树的叶子，随后加工成为纯天然茶饮，与足球、探戈、烤肉并称阿根廷的4大国宝。以牛羊肉为主食的阿根廷人血液品质居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其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马黛茶。马黛茶就是说它的就是光维生素就是这方面很大12种之多，还有好多的就是活性就是营养成分，这对人体都特别好。它的泡法其实也很简单，可能就是咱们就是中国人就可能就不太接受它这个就是就口味特别就是苦涩的，就是那种就是用8、90度的这个开水就可以，就没必要就是滚烫的水就是沏茶是不太好，就是这个主要是就是沏上以后可以就是沏好以后
2-3分钟就可以饮用。要是实在就接受不了的这种苦涩的口感的话，咱可以加点柠檬，也可以加点橙子呀，就这一类的水果可以泡在它这个马黛茶壶里边，就是能综合一下它的这个口感。我们在餐厅外能看到模仿阿根廷方尖碑的1:3圆形建筑，这是阿根廷的地标，而餐厅能把体验阿根廷特色的沙拉也命名为方尖碑沙拉。因为这道菜呢，主要就是玉兰菜，因为在阿根廷就很稀少。做这道菜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的最早的就是教授的师傅也是阿根廷过来的，所以说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玉兰菜很珍贵，所以说以他们就是国家的方尖碑来命名。玉兰菜在阿根廷算很高端的一种就是菜，他们就是当时入菜的时候也很少见到，就是除非很高端的宴会才会用到玉兰菜。所以说这个沙拉就是一看就是用的这几种原料都是很健康，就是很健康的几种食材。除了烤肉外，阿根廷还有别具特色的肉食美味，比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阿根廷烤肠，而它的特点则是融合了牛肉和猪肉。这种烤肠呢就是我们就是采用的是牛肉、猪肉，包括就是阿根廷进口的红酒，就是加上秘制的我们就是自己配的，就是也是从阿根廷传统就是过来的香料为主，就是采用阿根廷的这个灌冲技术填充，就是灌制成烤肠。制作的时候就是采用果木炭，就是用小火给它就是虚熟，就是煸熟就可以，就是烤至金黄色。就是它的口感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猪肉里边可能就掺杂着就是牛肉吧，就是有点不腻。因为咱经过烤制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猪肉的脂肪会就是烤掉一部分。在阿根廷，他们也有属于自己国家美食文化的饺子。同中国的饺子和意大利馄饨不一样，他们是采用烤制而成。这恩巴纳达就是主要是在中国就是在菜单上我们就是音译过来的，在南美就是叫做就是大馅的牛肉丁饺。这个呢，它的主料就是我们采用的是阿根廷的就是进口牛柳，包括一些咱们就是本土的一些青椒啊、红椒啊、洋葱这些，还有一些香叶这些原料。它的做法吧也很简单，就是说把就是那个牛柳啊切丁，加上就是青红椒、洋葱丁，就是加上咱特有的香料，完了就是入馅，完了以后呢，咱就是做成就是包成就是饺子状，放入这个高温的这个烤炉里边。就是我们就是有的用烤箱也可以，我们采用的是就是披萨炉，就是里边有果木炭，就是烧好的这个高温，采用的是这种烤法。这种烤法可能就是会有就是一些就是果木的香味能掺杂在里边，就是来提升这个就是饺子的这个香味。阿根廷人最喜欢的美食制作方式就是烤制，不只是肉类，你想到的想不到的，他们都会用烤制的方式来制作。主要是他们可能喜欢就是这种就是烤制的方式，包括他们很多菜都以烤制为主。就是烤制是咱们就是大家伙都知道，就是芝士的这个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尤其是维生素啊，就是什么有机酸这营养成分，只有在阿根廷才有这种就是制作方法，就别的地方很少有就是专门拿着起司去烤的，一般呢都会拿这个芝士去做一些披萨呀这些焗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烤制的话是经过就是慢火，在我们篦子上把那个芝士就是风干的芝士可以抹上一些少许的橄榄油，在上面烤制就是两面就是金黄，就是烤的半软状就可以就是食用了。因为它这个口感就是奶香味，就是芝士嘛，就是尤其奶香味特别重，就是入口就是润滑，奶香味重。
冰淇淋就是，我们就是从这个今年开始就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从阿根廷这个就是原装进口来的凡达朵冰淇淋，就是杏仁冰淇淋，就是它的名字就叫凡达朵，就是在阿根廷这是很有名的一款甜品，就是在阿根廷就是来说就是甜品中的贵族，在阿根廷也很受欢迎。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圣马可奶油，包括利口酒，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杏仁焦糖，就是混合制作而成。同阿根廷的探戈与足球一样，阿根廷的美食也充满随性与自由。对于喜欢阿根廷文化的人而言，美食同样是不容错过。他来自北京天伦王朝酒店盛华轩中餐厅，他不善言谈，内心却熟知每一种食材。他将中餐的特色发挥到极致，他喜欢将各种食材搭配出特色美味。他就是本期时尚主厨苗青。闷热的小暑节气是伏天的开始，天气呢非常炎热，炎热的天气会让人没有胃口，那么一道精致又美味的菜品则是你的首选。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道浓汤松茸石榴鸡。下面咱们先使去骨的鸡腿肉，先把皮蹬掉，给它切成小粒，粒不要切得太大。鸡腿切好了以后，咱们先腌一下，少许的盐、胡椒粉，然后加少许的生粉。腌一下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呢加淀粉呢，能让它保持住鸡肉的水分。咱们先放一边，开始加工胡萝卜，也切成小粒。香菇，马蹄也给它切成小粒。加马蹄呢，不光能够增加它的营养，有润肺的功能，而且呢还能提高它的口感。咱们今天选择的呢主要是脆性原料，像香芹啊、胡萝卜呀、马蹄呀，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如果说各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搭配一些荤素，搭配一些素的原料。咱们加工好了以后呢，咱们先做水给它飞一下。水开了以后呢，咱们先加盐，然后呢，咱们把这原料倒进去。飞水呢，是因为有两种目的，第一呢是为了它加速成熟，第二呢是因为这些植物性原料呢，它本身会有一种土腥味儿，咱们也去掉它的土腥味儿。好，开锅咱们给捞出来就可以了。好，下面咱们开始炒馅。锅做热，倒入少许的油，把腌好的鸡腿儿轻轻煸烫。鸡腿呢煸到7成熟的时候，咱们把刚才飞水的原料倒进去，把它煸透。煸透它呢，咱们放入咱们的浓汤。这会儿咱们调味儿，放一点冬菇的鸡汁儿。冬菇的鸡汁儿呢，它是浓缩的鸡汁儿，不用放太多。它呢味道呢比较醇厚。这会儿它的能够提升呢鸡的鲜味儿。咱们再加少许的盐、糖、少许的胡椒粉、勾芡。这个菜呢，这会儿呢芡可以勾得稍微紧一点，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包馅儿。好，炒好咱们给倒出来。
下面呢，咱们准备下一道是先摊鸡蛋皮，把鸡蛋打碎。打碎以后呢，咱们加一点底味儿，加点盐，少许胡椒粉，咱们加一点点冬菇的鸡粉，下生粉。加生粉的意思呢，是为了让它鸡蛋皮摊出来以后，增加它的韧性。包的时候啊不容易破。咱们摊鸡蛋皮的时候呢，先把锅烧热，然后放少许的油。油的是为了让它润一下锅，还要倒出去。锅要热一点。摊好蛋皮呢，然后呢，把咱们炒好的馅儿，你看现在生粉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加了生粉以后，它就不容易破。这会儿呢，咱们用沸好水的香菜，给它把口系住。爆好了以后，咱们先上笼屉蒸3分钟。就可以了。这会儿呢，咱们先把浓汤给做出来，放入浓汤。在调味浓汤的时候呢，咱们也是放冬菇鸡汁儿，这样呢能够使汤更加的鲜美。鸡汁儿一般的呢是在汤里一般使鸡汁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液体，鸡粉呢它是固体，切开的时候容易有渣子。少许的盐。少许的糖，关小火进行勾芡。勾芡的时候，这生粉呢一定要一点点下，这样呢它能充分的和匀，能够更好的掌握汤的浓稠度。南瓜蓉，放南瓜蓉呢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为了它的颜色更加好看，第二呢是增加南瓜本身有点甜味，增加它淡淡的南瓜的香味。勾好以后，咱们呢就可以装盘了。咱把这个松茸再焗一下，用汤把它松茸焗透。咱把松茸先摆在盘里。咱把蒸好的石头鸡拿回来，点缀少许的红鱼子。